什么是神仙？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认为，神仙是古代人们最纯粹、最原始的信仰，代表了人类内心对自然、对世界、对生命的各种期盼和需求。因此，每个古文明都有专属于自己的神仙。我们的神仙虽然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但可惜的是，在几千年的岁月中，没有能够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纵观神话演变史，中国的神仙散落于各部典籍中，如《山海经》《淮南子》《天问》以及各种道家书籍中。我们这篇文章就综合考虑所有的神仙体系，来看一看10大上古正神。第10名，散仙之祖陆压。在古代神话中，陆压是一个特立独行、无拘无束的正神，他不在3界内，跳出5行外，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陆压虽然是散仙之祖，但他不是人类修炼得道，他是离火之精。也就是说，陆压是鸿蒙初开时的一种火焰神识得道。由于陆压本体是一种火焰，因此它几乎可以免疫所有的物理攻击。在古代神话中，陆压得道很早，是跟女娲、红军一个时期的正神，但是陆压整体实力偏弱，面对神鸟孔宣时的表现还不如自己的后辈。第9名，上古水神共工。对，水神共工上榜了，而火神祝融没有，因为祝融跟共工相比，实力还是差了很大一截。共工被打败了是众所周知的，但他不是被祝融打败的。共工是被天帝颛顼以及颛顼手下的好几位得力猛将联手击败的。为何说共工能上榜呢？首先，共工是人首龙身，跟伏羲、女娲的外形非常相似，共工应该跟他们出自一脉。另外，共工在恼羞成怒之后，一脑袋撞断了天柱不周山，导致天地倾斜，洪水泛滥。能够用自己的肉身撞断不周山，这一点三清就做不到。因为不周山可不是普通的山，它是天柱，是凡间最结实最坚硬的一座山。第8名，伏羲。伏羲是3皇5帝之首，为百王之先，是中华先民由母系氏族社会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的第一位载入文献的男性始祖。他在劳动技能低下的渔猎时代，发明了捕鱼、捕兽、捕鸟的网蛊，解决了先民的饥饿劫难，开创了畜牧养殖业。在先民蒙昧之时，始作八卦，使愚昧为智慧；在人以群分之时，始定姓氏，使先民有了家族符号。由于伏羲是使中华先民从蒙昧步入早期文明的伟大祖先，故被称为全世界华裔的人文始祖。中华民族自谓为龙的传人，龙的子孙也皆由伏羲起。第7名，女娲创世古神。古代神话中，创世古神的神力基本上都强大到难以估计。女娲在古代神话小说《封神演义》中出过手，就是用法宝山河设计图收了袁弘。这其实是把女娲娘娘的实力拉低了好几个档次。共工撞断不周山后，凡间爆发了大水，悲天悯人的女娲娘娘出来收拾烂摊子，她自己斩杀了巨大无比的神鳌，用鳌族支撑天地4极。另外，女娲还自己斩杀了一条为非作歹的黑龙，斩鳌杀龙，这等神力还秒不了小小的袁弘。伏羲则是古代神话中代表着智慧的正神，他也是创世古神之一，实力跟女娲应该差不多。传说中，伏羲发明了5行8卦和日月星辰的运转规律，还教会了人们怎么在自然中生存。第6名，应龙上古龙神。古代神话中，应龙是皇帝手下最强的一位战将，他也是上古龙神。应龙的模样跟一般的龙不同，它长着一对翅膀，这跟西方神话中的龙有点类似。皇帝的死对头凶神蚩尤就是被应龙干掉的。此外，还有那个死心眼的巨人夸父，也死在了应龙的爪下。灭掉蚩尤和夸父还不算完，应龙还敢单挑僵尸王汉魃。汉魃是古代神话中唯一一个有记载的僵尸王，出自于神话典籍《山海经》。汉魃四处危害，所到之处寸草不生，赤地千里，而且烤得大地滴水不胜。于是皇帝派应龙诛杀了僵尸王汉魃，
第5名，烛龙。赤水之北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成，其名乃晦，其事乃明，不时不寝不息，风雨失夜，是烛龙。山海经。古代神话中，烛龙是北极龙神，他生活在严寒的张山；应龙则是南极龙神，生活在海中。相比之下，烛龙的实力比应龙更强，因为烛龙是盘古大神身体的一部分所化，它可以控制昼夜交替、四季更迭，而且自带操控时间、天气的法力，这一点是应龙比不了的。应龙的物理攻击很强，比如它可以以尾化地，但法术攻击似乎偏弱。第4名，红军老祖。传说红元老祖为道教众仙之祖，红元即混元，在道教正统典籍中，混元指混元教主，也就是三清中太清道祖道德天尊，指天地未开、虚空未分之际的宇宙本始状态太初混沌，但道藏中并没有将其描述为一个神明的记载，此说也不为正统道教承认，但是在民间流传宗教与文献中具有相当影响力。如神农架地区发现的汉族歌谣唱本《黑暗传》便提及了红元老祖。第3名，海神于强。古代神话中，红军老祖堪称万仙之祖，他的强悍程度难以估计，但红军老祖的实力跟盘古大神还是差了很多。且不说盘古斧的威力有多大，光盘古幡就能让红军老祖忌惮不已。红军老祖一再告诫元始天尊要小心使用，因为盘古幡的威力可以让天地变色，一旦爆发起来，红军老祖都不好控制。红军老祖不好控制天地变化，可有一位大神就足以控制天地变化，他就是《山海经》中的海神于强。为何红军老祖进不了前3呢？因为于强比他还要厉害。《山海经》中的于强既是海神也是风神，他在海中时是一条绝大无比的鱼，冬天他从北方游到南方，带来炎热的夏天；秋天时他就变成了一种巨大无比的神鸟，从南方飞回北方，带来严寒的冬天。在海中可以掀起滔天巨浪，在空中可以煽起狂风暴雨。于强已经强大到可以操控天地变化，他的实力绝对在红军老祖之上。其实于强的形象就是鲲鹏，也就是混坤祖师。第2名，昊天。昊天上帝，又称上帝、黄天上帝、天帝、老天爷等，主宰宇宙万物的神，历代王朝及儒教的至高神，代表天或者等同于天。商周之时，帝的称呼已经出现，又称上帝、黄天上帝。在古代中国的原初神话和宗教体系中，字面意思就是在天上的帝王，意味着最高的主宰。上帝的信仰起源于对天地天空、宇宙的崇拜。第1名，盘古。盘古大神位列第1，毫无争议。他一斧子开天辟地，然后又顶天立地地站了几万年，此等神力无与伦比。那昊天为何能位列第2呢？其实昊天是东皇太一、帝俊、玉帝的结合体，他是盘古之后的第1位上古天帝，也是盘古之下地位最高的天神。在不同的神话体系中，昊天有不同的名字。在天问中，昊天叫东皇太一；在山海经中，昊天叫帝俊；在道家神话中，昊天叫玉帝。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喜欢请订阅、点赞、转发，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见。